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言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一周槽点啊，一起来看一看1月份里边这一周发生了哪些有趣而又让人无语的事情。我们下面开始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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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首先呢，是一个正经的科技新闻，在即将到来的1季度末，我们将会迎来一场苹果的发布会啊。尽管官方还没说，但是我猜，根据往年的经验，它肯定会开。内容呢，带来的就是 SE 的下一代。根据以往的经验呢，每一代的 iPhone SE 就是把之前的某一款 iPhone 改了个名字，库存再整理整理，全都消灭掉。不愧是库存克星。从时间节点来计算，这一代的 iPhone SE 它用的外形、用的屏幕、用的配置，应该就是 iPhone 11。说起来，我对 iPhone 11还比较的盼望，为什么？答案是 iPhone 11上面我们就可以用回 LCD 屏幕了。最近这几年，我们看到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旗舰机型都开始用 OLED 屏幕，但是对于一部分用户说呢，使用 OLED 屏幕，确实这眼睛看着就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才会有那句亘古不变的梗啊，就是 LCD 永不为奴。确实，有的时候我们看 LCD 屏幕看久了的话也很舒服，以前还有润眼屏的说法，而 OLED 屏幕呢，很多时候就感觉有点辣眼睛啊，太过鲜艳了，是吧？人这个受刺激多了啊，就想来点清淡的啊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近似的价格，你会选 LCD 屏幕呢，还是 OLED 屏幕呢？ LCD 屏幕打个1， OLED 屏幕打一杠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在之前 iPhone 12上架，11下架之时啊，很多同学呀痛哭流涕，顿足捶胸啊，都是 LCD 党说完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使用不了苹果的 LCD 屏幕了，怎么办呢？不担心 ，LCD 屏幕从未远离，现在更以 iPhone SE 2022款的身份回到你的身边。看完苹果来看小米啊，本周呢小米并没有什么新机啊，但是在营销方面呢有所变化，那就是推出了全新的折叠屏机型，售价6999元的小米 Mix Fold， 相比较于刚上市的时候降价足足4000块。有的人说不对呀，不是降价3000块吗？你仔细看这个配置，它可是12高配版本，发誓要做最便宜的折叠屏手机，是不是啊？又想起了那个硬件利润不超过5%，那大家猜一下，降价到6999元的小米 Mix Fold， 你觉得它的硬件利润是多少钱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说完小米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久未露面的魅族。本周魅族带来了全新的品牌回归，那就是魅蓝。想当初蓝可是曾经拳打小米，脚踢红米啊，凭借自己的可以说不太坚强的身板子啊，获得了极其夸张的年销量，使得魅族呢连续位于国销量排名前5啊，位于巨头之一。魅蓝啊，曾经的身份也好啊，曾经的实力也好，都是不容小觑的。不过随着魅族调整啊，使得魅蓝整个的产品线被全线砍掉，而在2022年呢，它终于回归了啊。不过回归的第一款产品啊，是一款纯入门的产品，就是魅蓝10，价格呢从699元起。在配置方面呢，采用的是虎贲的 T310 处理器。显示器方面呢用的是 720P 的显示屏。这个整体配置看起来确实就有点太入门了，是吧？不知道这个魅蓝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像当年一样和 Redmi 有一战之力？大家对于魅蓝回来的表现，满分10分打个分数，你觉得可以打几分呢？看完了硬件，我们来看软件以及游戏方面。本周有一个好消息啊，对于游戏玩家来说，那就是知名的吃鸡游戏《绝地求生》的 PC 版本正式免费了。以前呢售价98元，在外服早前中国呀、美国呀，那售价都是298元的。如今呢免费了，不要钱了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当一款游戏免费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动力去玩？会的同学打一个1啊，不玩的同学打一个2。来看一下同学们的。肯定会有很多之前付费购买了《绝地求生》的同学，大声的喊出了那5个字：退钱。那么这掷地有声的5个字啊，可以说呢振聋发聩。但是呢，想想也知道啊，退钱是不可能退钱的。作为良心厂商，当然是会给一些补偿啊，有一些豪华的礼包给了之前付费的小伙伴，赶紧回来玩吧。
好了，那么既然免费了啊，我想呢，大家呢就可以，你知不知道那个绝地求生免费了啊？啥时候玩？免费了还不玩？赶紧！免费了，绝地求生啊！行啊，那什么，我一会儿那什么，给你转点钱。是，我知道是免费了，那买挂不花钱吗？这一看就没玩过游戏呢，怎么？什么免费了？本周全球知名的即时通信聊天软件 QQ 正式更新了最新的版本，这个版本非常的特殊，它的体积达到了879兆。注意啊，这是一个手机端的 QQ 啊，这还是没安装之前的。这个安装完之前就已经879兆了，安装完之后那还得多大？你可以猜一猜。本次都更新了什么呢？答案是本次 QQ 正式更新了引擎，采用了和众多3A 大作同样的游戏引擎，制作了 QQ 秀啊。那么如今我们在看 QQ 秀的时候呢，不光是原来那个很普通的小人了啊，而是一个个非常立体鲜活的动画形象啊。好家伙啊！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腾讯系的软件是越做越大啊。功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，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都在用的微信啊，里面呢除了咱们聊天、看视频、购物、朋友圈、社交啊，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程序，无数的小程序啊，使得微信越来越像是一个操作系统。那 QQ 呢？如果说微信像是操作系统，那 QQ 如今就变成了3A 大作了，它里面的画面啊，完全不输于旗下的那些游戏大作，870多兆啊，里面采用的是顶尖游戏引擎制作的。那么我正式宣布啊 ，QQ 正式成为人类历史上同在线人最多的3A 游戏大作啊，日活呢达到10亿人啊。以前呢，咱们经常说啊，测试手机要问问你说你这个手机能运行吃鸡吗？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啊，以后呢，咱要问，就你这个手机能打开 QQ 吗？哎呀，反正这对于小内存的用户来说，可能不算太友好啊。根据以往的经验啊，当年王者荣耀那也是800多兆，解压缩完都是3个 G。现在这 QQ 呢，870多兆是吧？啊，当然，为什么这么大？聊个天用800多兆聊吗？里边的 QQ 秀，当你看一看你上学的时候啊，看一看时的面目啊，一定会非常的感动。问题是我也没有 QQ 秀啊，是吧？我也不是超级会员的，主要是我这梦这空间也不够啊。最后一个是好消息，年关将至，很多同学都会购买回家的车票啊。来问大家一下啊，买车票了吗？买的同学打个1啊，还没买的同学打一个2，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每年回家呀，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啊，比如说这个没带身份证了，没带车票了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事儿会出现啊。以往的话，我们知道啊，也给大家介绍过了，如果身份证丢失该怎么办之类的。今年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12306，来啊，给我们一个顶视角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。如今呢，当你打开12306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全新的功能出现。点击右下角的更多，最下方这个位置有一个临时身份证啊，我们可以放大看一看这个界面，就是人人必备的2306啊。重复一下啊，在主界面点击更多，在最下方临时身份证，看到了吧？啊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点击了临时身份证啊，就有机会去申请在电子端的身份证丢失。咱们给大家介绍过啊，可以到机场或者是火车站的派出所，一个很好的服务亭那个位置，你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，那么警察同志呢会帮你来办理啊，通常会打出一个临时身份证的纸片给到你。但是现在呢，有了12306这个便民措施，就不用了啊，可以点赞。目前已经在一部分城市推出了，未来呢将会推出到更多城市。大家记住这个小小的功能，关键时候也许用得上。好，那么以前我们出门的呢，经常是4字啊，也就是伸手要钱、身份证、手机要钥匙，钱就不用说了啊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啊，看起来一台手机呢就有可能代替我们所有的东西了啊。比如说现在出门完全不带钱了啊，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钱长什么样子。我完全不关心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钥匙现在也不怎么带了啊，包括 NFC 卡的门卡，还有指纹锁。最近看起来，如果身份证也能够完全电子化的话，那么伸手要钱4项里面就只剩下手机了。看起来距离那天出门只带手机的日子应该已经不远了。那么我们一针槽点内容呢，到这里就完成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周吐槽再见。
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。